它是像太阳的这个壁砖，你觉得好看吗？会不会很有那种阳光的感觉？非常的有阳光，非常的 sunshine。对，这个也要换掉嘛？对，我们这一定都会整个换掉。对，好像夏威夷加一个草裙舞，刚好很适合现在刚好有要踢足球。对，直接换成足球的样子。对，换成一个足球的样子。列治文中心旁55万可以让你买到1200尺2房的单位，对面呢要110万才买到900尺，只要列治文中心对面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个，就差一条街，你会选哪一个？差一条街啊，哇，很难选呐，价钱差那么远。这个房子呢有楼龄50年，很多客人都会问说，看10年以上的房子呢是不是就不能买了，是不是就会垮？今天呢带你来看一下50年的单位，然后呢它的价格呢非常的亲民。花莲，你觉得它为什么会价格这么便宜？那边房子的话，年龄会比较大，然后可能里面还需要共用这个洗衣房。对，里面有个公共洗衣房，然后呢，因为装潢比较原始，然后加上大家本来既定对老房子的印象呢，相对价格就会被压低了。明白。对，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会忽略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最后呢跟大家来做解说。那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的找到列治文装修专家呢 Bob 来让我们看一下呢，如果要将对面这个房子55万换成像现在这边呢 RC 最新的这个社区，大概要花多少钱的装潢？我们把它分析一下，不管是你在贷款的部分、装修的部分，以及什么人适合什么样的房子，一一的为大家揭晓。OK， 等一下，爸爸打来了。Hello， 爸爸哥。Hello Ken， 网红 Ken。Hello， 我已经在门外面哦。哦，你在门口了。好，我们马上过去。好 ，Let's go。Hello， 爸爸哥。喂，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哇，欢迎光临。列治文最帅的装修专家。没有。我们看一下这栋，我们现在这边呢1200尺，对，50年的房子呢，我们客人常常说呢，房子大概是过了10年呢，有可能会垮。但是在50年这边还是坚挺屹立不摇。其实以这种水泥房来讲的话，它要垮掉的机会基本上是不太会的，因为他们要盖之前，他们都已经会做所谓的压地的测试，是，然后可能会压了至少2到3年，比如说它盖起来可能是要50吨好了，对，然后他们可能至少都会压到80吨，所以你要让它垮掉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在这边又没有所谓的地震，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外观呢，可能就是像我们的外墙啊是否有老化，然后颜色，然后甚至于可能我们外面的一些植物啊，可以做一番的美化之类的。哦，对，所以我们以外观来讲的话，它算是保养的不错。那有没有可能变得跟对面那些像列治文这种新的公寓一样呢？这种可能就会比较有一点点的困难点，因为这个是属于你要整个大楼已经要去翻新到它的。OK， 对，然后再加上你还要找你这一边的管委会，然后住户的同意2/3以上，所以这将会是一个很繁琐的工程，对，比较大的工程，因为还有时间的问题。OK， 对，那我们就直接进去我们的单位呢，直接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修改。OK，Let's go。好，这个电梯看起来好像是有更新过的感觉。对，没错，而且它的电梯还比较高一点，所以说加灯的这个绝对不是50年代，这个应该是有更新过的。对，有更新过的电梯，而且它比较高一点的话，对你要搬东西，尤其是你的台面，你就会比较方便。对，总共有17层楼。那我们现在大家来看的是一个10楼的单位，1002。OK，Let's go。那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全套的卫浴。就是给一些想要变成对面那种全新感觉，但是他那个资金有限，他要怎么样可以转换成一个比较现代的式的一个洗手间 ？OK， 所以当我一进来这一边，当然这都是以前比较旧款式的墙砖。当然以现在的厕所来讲，大家都不太想要墙砖去把它给封住，对，所以大家都喜欢做一片的玻璃门，比较透明的，比较透明，因为玻璃会把你的空间感给拉大，然后再加上你的身心灵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所以以这一间来讲，我们会建议把所有的墙砖给拿掉 ，OK， 然后变成一整扇的玻璃门。对。但是这个直接连到上面是可以那样拿掉吗？还是需要做什么测试吗？是可以的，可以的。对，然后以它的年份来讲的话，我们比较会担心，就是说所谓的石棉这一部分。对，因为石棉来讲，它以前的人应该说大家以前不知道说这个对人体的肺是非常的
致命甚至你的地砖，你看它其实它不是地砖它是所谓的我们说的那种胶 SPC 之类的，所以有可能它以前的化学物质里面呢，它的石棉是被封在里面的。当你没有去把它给拆除的时候，它没有粉尘破碎。当它有粉尘破碎之后，就造成你的肺部的吸到一些东西，没有错。所以我们这一些，我们第一个我们最在乎的是石棉的检测。对 ，OK。然后再就是我们将这一面的墙面，所以要先找石棉的公司来把它移除，确定说没有，才可以开始施工。没有错。所以我们石棉公司正常流程就是我们会找专门在这一边有注册的CT 所服的石棉公司，他做所谓的全面的拆除跟检测。了解。然后他们的方式是，他们检测完以后，他们还要计算所谓的重量，然后单位，然后再跟市政府报备。然后市政府的人员收到这一批的整个通知以后，他们就会派人过来检验，说你这整个空间里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那个石棉的伤害，所以还不能马上装修，就是要先申请政府要批准才可以开始，所以要拉比较长的时间。对，要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应该会想要换个马桶吧？包人，你觉得这个马桶你可以用吗？可以换一个新型一点，新型一点的哈。然后假设说这个洗手盆我们也要换一个新一点的话，比如说包括它这个镜子，现在最新的不是都可以 touch 可以发亮，然后还可以加热功能，然后这个 sink 不是都是放在下面的那种，好像是 undermount 的，对，然后这个都是改成石头的台面，对 ，cos 的人造石，对，这些东西还有下面换点比较漂亮的一点的这种柜面这种，对。以这样子的费用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柜门，以前的柜门呢，它都不会所谓的关起来会自动静音，所以现在我们的柜门都会让你关起来是不会soft close，对 soft close 不会撞来撞去。这个可以啊，你看 soft close， 它连 close 都 close 不了，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对，所以以一间厕所呢，整个翻新来讲的话，就全部换成我们像比较现代感的。你一般以公寓来讲，因为公寓呢，它要求的水的部分呢又比较的严格，对，所以我们找的所谓的，你还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有些水工呢，他虽然都是有执照的，可是他的 insurance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 cover 到公寓的，这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OK， 对，所以还是有分，所以这种都已经是要找专门可以至少是500万保险的水工。雨伞吗？500万那个。对，就是台湾的500万那种雨伞保险的公司才能来做所谓的水管配置的功能。那你们有做吗？你们这个我们当然是有做。OK， 对，因为我们都有专门配合的，而且我们公寓都已经藏在翻新当中。所以以上一整套来讲的话，你的费用大约是听好了，噔噔，猜中有奖大概是12000起跳。12000 ，OK。对，因为还要看你所谓的材质，然后还要看你所谓的你选的更改的方式，你的玻璃门到底要怎么开，这都可以跟列治文市中心对面那些100万以上的长得一模一样，没有错。对，不过我发现问题，这个好像没有抽风扇这个好像只有灯哇，这个50年代那时候是还没有发行那个抽风的问题。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厕所没有抽风扇，因为没有抽风扇来讲的话，你会整个都是发霉，因为我们洗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热空气，那你可能在洗，外面的你会觉得，我们都好像在一起洗来试试看会不会发霉。发霉机会应该90%。这边还有一个按钮，我们再看一下。它是有的，它是有的，就还好。对，所以这种的话呢，像现在的排风扇呢，我们都会用所谓的超静音，对，好加在它是有的超静音的，然后 Panasonic 的，然后它吸力是非常的强的，对，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的问题点。那至于你的灯，当然你可以，我们像有些常常就是做所谓的它的灯是移到你的厕所上面。有些人喜欢在厕所上面可能看个小书，对，看一点书，然后有一点灯光照下来，你就觉得很有氛围感。所以是可以这边装一个风扇，然后隔壁再拉一条线装一个灯。对，没有错。OK， 12000是搞定的。对 ，OK，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下一个地方。好的，看一下我们对面100万的豪宅，我们这边只要半价而已。对，一般我们装修，我们大概会分成4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油漆，对，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地板 ，OK，对，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厨房，最后一个
对，就是我们的厕所。厕所刚刚看过其中一间，对，还有一间哦。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所以以这一间我一进来看的状况，它的油漆非常的漂亮。对，它这个有重新刷漆的。但如果说1200尺，如果你们要刷漆，包括这个踢脚线啊，这应该什么样的费用，我们可以加上去。OK， 以1200尺呢，我们就墙面油漆跟 baseboard 这种油漆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大概落在3000块。3000块的这个价位。OK。对。那如果说像这个地板呢？这个地板应该用的是这种 laminate 嘛？对，它是 laminate 的。对。Okay. 可是它这种呢，它的质感是不错的。有些呢，laminate 它有所谓的8 mm、10 mm、12 mm。OK。那以我踩上去的质感，它应该是12 mm 的。比较厚。对，比较厚。所以那个是代表它的厚度。对，它的厚度，所以你踩上去的质感会很扎实。哦。你不会好像感觉好像是踩在一个水泥地上面的。了解。以它这样，所以越厚是越贵吗？越厚越贵。OK。对，然后呢，地板我以后还可以再分享一个给大家知道，就是地板我们最怕就是有所谓甲醛这一部分。OK。所以你在购选地板，当然大家一定想要物超所值。可是还有一个重点是，它有没有所谓的含甲醛量，这是非常能去消费者很少去在乎到这一块。甲醛是会像那个石棉一样对人体有害，是不是？对。OK。但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呢？所以它每间厂商呢，它上面都会写说它的 VOC 它的甲醛量是在多少的标准以内。OK。对。然后呢，有些呢大概多少标准以下可以？有些是0.02。0.02，那其实接受的。对，那是非常非常少的东西了。对。所以这个是可以给你们消费者一个基本的建议。0.02甲醛，记得。你看到这个 disco， 这个之前 Barton 在这边跳舞的这个，其实我们打一个灯，应该是很像一个舞厅的感觉，觉得怎么样？你会考虑把这个移除掉吗？以我们现在新房子，还是留这些小花瓣？可以将花涂成七彩好了，红橙黄绿，换不同的灯。对，可能会比较更特别。可是以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个房子，对面的那种，对，对面房子那种豪宅的公寓来讲的话，它的 ceiling 一定是整个是平的。为什么？因为平的 ceiling 它所要处理的工时跟费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如果已经是想要变成跟对面一样的新式的话，我会整个把它给铲平掉。可是铲平我们一样，就会跟厕所会有一个我们比较担忧的问题是所谓石棉的部分。又有石棉，所以可能同一家人一次来搞定，厕所先检验，然后屋顶也一起检验这样子。对，然后连你的那个地砖的时候，你都要一起检验。那你知道大概检验这样石棉大概费用多少吗？有没有？实验的费用的话因为他们都是看你的区域性，比如说像你的这一块这一面墙呢，有时候以前的 drywall 它里面也是会有的。所以就是要看你想要动到哪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这一整面的墙面给拿掉，他们就会割除一块然后再去看你哪一部分有增加到所谓的验出来的石棉，然后才会有所谓的费用。可是以一般的厕所平均的话，你可能都要7到8000块，7到8000块，对，起跳，因为要看。对，你要看你所验出来的区域范围是到哪一块，因为他们都是算区域范围的。刚刚两位说像地板啊，像这种1200尺，当然它有一部分是可能洗手间跟它厨房可能不用地板，那我们就扣除掉，差不多如果1000尺的话，这样子面积，地板大概费用多少钱？1000尺的面积，如果没有是选所有刚才跟你们提到，就是说没有所谓甲醛部分的话，你人工加拆除加搬运加新的材料，甚至你的那种底垫 underlay， 这个都是有所谓的要求的。对，所以这种的公寓的底垫的 underlay 是最贵的，因为它要有所谓的抗噪音跟防潮的部分。你要记得跟管理公司还要申请，如果你在装修以前。对，一定要申请。对，然后以这样子，我们就抓大概扣除的话，大概以1000尺来讲的话。的费用范围吧，大概是1万到15000左右。1万到15000。对，因为还是要看你选的地板的材型。什么样的地板？对，有些人可能比较高级啊，实木的啊，或是一些那个仿木的啊，对不对？对。那你们会帮，比
如说屋主去申请嘛，跟管理公司申哦，请可以的，我们都可以帮屋主去申请。因为屋主很多时候我遇到他们都完全不知道怎么申请。对，所以有时候我们都直接很快，就是说，因为毕竟你还是屋主，对你只要跟你的物业讲一个你想要做地板，他就给你一个表格了，你就把那份表格丢给我，我就全部帮你填了。OK，可是最后面服务对、送出去的一定还是屋主，因为只有你们屋主才有这个的权利。对对对，了解没有错。好，接下来呢，再去看厨房之前，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很酷的一个封闭式的阳台，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你会喜欢这样封闭式吗？哦，回音很重。现在很多新的项目，他们都喜欢这样封闭的。对，因为封闭式来讲的话，如果是我可以把它关起来，可以变成我自己的一个书书房对我会觉得对对很舒服，尤其是这边有阳光很光，好，对对对，照进来我会感觉，我是在你看还可以国外。开个窗户，你看，哇，这个窗户这个现在应该是不能用了，因为它可以开整个开。对对对，像这样子的、啊，这个窗户感觉应该都是一开始的那个窗户，对那感觉很一开始结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们有在帮客人换窗户的吗？或者说换这种拉门的吗？哦，有，我们当然也是有帮客人做所谓换窗户，比如说你是 house 的话，我们可以。对，那你 townhouse 有些就是还是要跟物业公司、管理公司做所谓的申请。当然，这个窗户我们是不会算在今天这个装修费里面，这是管理费。但如果说一个 single house，大概这样换一片这样，对，以这样子的话，大概也是会落在人工加材料费用，大概是1500到2000块左右。以这样一个大面积，一整面，一整面，一整面，对，一整面，一整面。了解。对，因为还有所谓的窗户，这个真的很少看到这种瓷砖的那个砖头的那个墙。对，这很结实，这非常的结实，所以你在这一边是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隔音超好的，石头隔音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他们的用料其实还是不错的。哦，这个真的是50年代没有再跟你客气。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我觉得最特别的这个厨房的部分。但呢 ，Bob 哥，你有看到这么古董的一个 cooktop？没错，所以看到这种的电器呢，你可以继续再用个50年，这个还可以用50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以前的电器，对，它就是变成一个超级古董，试试看还可不可以用？很亮，真的是可以用的。好，就在那边煮饭，哇，很有感觉呢，非常的有感觉。现在验个房，看看到底可不可以用。哦，有这。好，当然我知道这个电器可能就自己上网买。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像这样的厨房，其实蛮大的。我觉得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墙啊，因为现在新的像隔壁那种都是 open 的，对，一进去都看到整个客厅。对，那你觉得像这种他们是有可以把它改变成那种 open 的感觉吗？可以的。以这种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就会请所谓的专门画图纸的工程师，然后再去看我们这边设计群们它的 building code 是哪一部分 ，OK， 然后再做所谓的这一面墙把它给拆除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看到。它一般它不是载重的，载重墙的话，它大概会是6寸哦，对，可是你这个是3寸半，所以它这只是一个纯粹。你这样摞起来就知道了。对，这大概3寸半，就是2by 4，然后再加2片。OK， 对你这要讲大概是4寸，所以它不是承重墙，你就可以去做所谓的更改，甚至于把这一整面给。但你会知道说大概要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工程师过来看一下，然后施工大概会多少费用吗？因为第一个你要一笔费用是所谓画图纸的部分，画图纸的费用我们都是算你的整个室内面积，以这个1200尺来讲的话，你画一份图纸大概就是5到6千块。对。光画这个就要5到6千块。对，因为它整个图纸要画出来，然后再跟5到6千块又加上去了，现在越加越高。对。以一个房间来讲的话，第一个画图纸费用是非常的贵，因为他要去了解整个每个区域的building code 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要先跟市政府先画一个你全部之前原本都还没动的位置图，然后以及我要更改的位置图。那你更改，当然这一面墙呢，我们就看到它有所谓的电线的部分，对，所以他就还要跟市政府说，还有移位，你移位你全部都要写。然后有可能你这一面拿掉的时候，有可能你的冰箱的水管、你的位置，你可能会想要到这一边来，所以这个不是只是把它的这一面墙给拿掉，你还有关系到第一个是电的部分，你位置要做所谓的更改。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管路的部分，
有可能有些人不想要他的是在这一边，他有可能想要在这一边，对，想要移过来，他想要移过来，所以这又关系到水路的部分，所以他在他的图纸上面全部都要依照你旧的怎么改成新的，对，所以这个就要非常的有经验，甚至于他的洗碗机，他可能我想要移位一点点，对，我不想要太靠近我的烤箱部分，对。那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厨房的设计啦，我知道很多现在橱柜都是做到最顶上去的。如果说我们不包括这些家电，好，我假设要换一个这个台面，我看到这个洗碗机可能也还 OK， 然后这些抽屉啊也换成你刚刚说那个 soft close， 因为它现在呢是不能 close， 这样子然后手动，对手动，然后整个做到上面灯具都要做一个比较漂亮的 pot light 的设计啊等等的话，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工程以及费用大概多少钱？我们墙面如果是属于不打掉，因为你如果墙面打掉，你所延伸出来的柜子就会非常的多，对，设计上就会非常的多元化，所以那个的价格就可能会比较难去跟你们说。我们刚刚就说了，大概是7、8千块去画这个图纸嘛，然后大概施工光是做这一块，就是还会有多少的费用在上面？好，如果说我们也是照原来的，对，照原来的，然后可能就开变成 open 的话 ，open 式来讲的话，以这样子一个厨房的面积大概是15000起跳，15000起跳，对，然后到你可能到2万、2万5，因为有时候你的柜面15000到2万5这个范围，看你要用什么样的材质。如果你要意大利进口的，可能就会比较贵。对，如果你是用这个，比如说其他地方、亚洲地方来的那些组装柜，就会比较，就以你的价格上面来讲，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点。但是像太阳的这个壁砖，你觉得好看吗？会不会很有那种阳光的感觉？非常的有阳光，非常的 sunshine。对，这个也要换掉嘛？对，我们这一定都会整个换掉。这好像夏威夷加一个草裙舞，刚好很适合现在刚好有要踢足球。对，直接换成足球的样子。对，换成一个足球的样子。所以当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我们当然也有做过，你的后面的砖呢，已经是我所谓的跟台面的是一模一样的。对，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想要一体成型，对，一体成型，大家都不想要所谓的缝隙的问题。了解。如果说橱柜加这个壁砖，加上这个台面以及这些抽屉，总共整个厨房大概15000到2万，还不包括这个拆这个。对，还不包括拆这一部分。所以如果要拆这个墙的话，就会另外一笔费用。所以总共这边加上去这个费用，就有15000来计算。然后这边的图纸大概是7000块钱。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那像这种门啊，你觉得这个要需要换吗？其实还算 OK 哈。因为它是属于可以用的。要换这种门的话，是它的这个轨道等于是它空间来讲太浪费了。它这个衣柜是够大的，对，我看一下，1、2、3、4、5、6、7、8、9、10， 8块，对，8块，它已经比正常的衣柜是6 feet 还要更多，所以你就可以设计出来摆饰的位置，然后你的门面当然你可以换一些比较新式的，对。像白色的啊，漂亮那种，所以这个房子就是空间多。好，接下来我对，们看一下，它真的是空间很多。对，看一下主卧的卫浴，来，请参观一下。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改，这个也是有抽风 ，OK 的，不会发霉，对，不会发霉。但是就是一个灯需要一个位置这样子。对，就一个灯，以它这种空间来讲，因为它是单水槽的。对，这个我觉得这种现代可能都会需要双个吧，就是并排那种哈。对，它需要双的，然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的问题，是因为它双水槽啊，它这边的位置是不够的，对，它这边是比较窄的，对，所以你没办法把它撑出来。但如果说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小一点的水槽呢，也不行，太挤了哈。太挤了哦，太挤了。所以你等于说你得把这个墙再加多一点宽嘛？加多一点宽的话，我们还要看门。对，可是它这个门已经是缩小的，这应该是28的，应该已经没有再到26，因为你进出了还是你要搬运。如果就是一个是你到现在这样子的话，以这个应该跟刚刚那边的费用是不是差不多？哦，以这边来讲，因为它的空间更大，然后它还有所谓的浴缸的部分，对，然后它的整面的砖，还有它的地砖，对，又是遇到这个问题，对，都会比较多。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大概都是要15000到2万5的费用。OK， 可以刚刚整个贵一点。对，了解。OK， 像这个门啊，如果说这种门要换的话，大概是你们也可以帮忙换的吗？哦，可以的。
这种门就是可以选一个比较新式的门，因为你当你全部都用好很漂亮之后，这个门肯定就感觉很不搭配的这个房子。没有错，所以有些门呢，你们可以去看，有些门它现在都已经有做一些有造型的门，所以换一个门其实是很方便，就让你整个家的质感整个提升上来。但是门来的时候是不是它还要刷漆啊，还是要对，因为它的门呢，它只是上所谓最基本的 primer。它没有上到真正的防水的油漆所以你新来的门，你一定要记得还要请别人来帮你刷漆。了解。我们看到这边有2个衣柜，这个主卧室这边，但是这个可能又跟你刚刚讲的，是不是里面要做一些设计啊，会比较实用一点？你们有在帮人家做这种？有，我们当然也有帮人家做一些最基本的设计，因为它这个就是只是纯粹可以挂对，挂东西而已。对，当然衣服就放上面，但是下面空间很多就浪费了，就浪费掉了。所以很多还是会做所谓一点抽屉式的，你至少你可以把一些你可能比较隐私的衣服，你可以放在你的抽屉里面，就不会被看到。了解。然后再加上你的空间的使用上也会更多。对。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就是你看一下像这边这些，它是用这个取暖的。对，水暖式的水暖 ，OK， 这个可以改吗？像这种在大楼，以这种大楼来讲，因为我知道有一些 baseboard 它是可以改，但是这种水暖的这种的，水暖的呢，因为以大楼来讲，你要更改水暖呢，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原因是你要找到一模一样的尺寸，然后去把你原来的进水的部分装上去，跟那个出水部分装上去。但是呢，有些尺寸它可能它只有到6 feet 或者8 feet，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可能是将近，我看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你这个可能将近快要14 feet 去了。对，所以你根本买不到那么长的水暖器，尤其是它，因为你这个是 concrete， 我们不可能说去，比如说以这一栋是10楼，我不可能跑到人家9楼上面，我把你这个给打掉，没有人会让你这么做，所以。如果你要改水暖呢，很多一般 townhouse 是可以的，因为上下都是你们家的，自己家可以改。对，然后 house 的话，那当然是更可以的。对。可是这种都已经是要找有执照、有专业的水工，以及他有所谓的保险，了解，才可以去做这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有遇过，如果当你找到一个是没有执照的水工，万一你的家里漏水，make sure 有500万的保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刚刚呢录完以后真的太饿了，我们来 Richmond Center 吃了我们最爱的鸡蛋仔 ，Cheers！ 好吧，那你帮大家算一下，就是刚刚爸帮我们说那个装修的费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说我们再买一个列治文全新的公寓110万，贷款每个月要多少钱？贷款110万20%的 down payment， 那是22万，然后我们算是30年的贷款，4%的 interest rate， 每个月的 mortgage payment 大概是4200块左右。对。然后，那如果是说刚刚那个55万的这个房子呢，55万1200尺，但是需要装修的话，那55万那个我也分析过，那当然 down payment 那部分就少一半啦，对，需要11万。对。然后也算所以 down payment 就少了11万，对 ，down payment 少了11万，每个月的贷款开支就是2100块钱，也是同样的30年。2100块钱，刚刚是多少？4200，所以又是1倍。然后你现在用的是多少利率？4%，然后30年的贷款期限。对 ，OK。那我们刚刚爸帮我们说，如果说要像刚刚那个单位。1002要换成像列治文这样子全新的厨房、全新的洗手间，要花多少钱呢？大概我们算过，好像大概也需要6万多一点点。OK，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算的清单。所以第一个你要2个洗手间的费用，厨房的费用，然后不要忘了你还要买家电的费用，还有什么其他费用吗？窗帘的费用，窗帘，分析过贷款这边的这个费用的部分，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呢，就是你跟买新房跟买这种呢相对比较旧一点的房子要花的费用，现在应该比较了解。那 Ken 在我们卖的这个房子比较大的2房，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购买呢？我觉得这个房子呢，因为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房子是共用洗衣间的 ？OK， 所以你可能还不晓得，但是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像我们有过来人的经验，就是通常有小婴儿的时候呢，洗衣服非常重要，基本上每天都要洗。
所以每天都要下去洗呢。而且我知道有些家长可能不喜欢跟人家共用洗衣机，那我觉得这个单位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这样子的家庭。但如果说你是年长者，或者说你本来就住在一个共用洗衣机的公寓，你觉得无所谓，但是你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你想要有这个可以有经费让你去做一些装修，让你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修改，因为毕竟这个100尺你买在列治文中心这个新的这一块要100多万，真的是比较贵。那像我们这个55万，再加上刚刚算大概6万多块钱就可以做的跟新的一样的时候，那你又不介意共用洗衣机，那我觉得比较适合这一块这一类的族群，你觉得呢？明白，因为首付2%是买这个55万的，再加上我们需要的装修费也没有到去这对面买全新的房子，所以可能资金稍微短缺一点的话，可能这边可以考虑，而且预算比较紧一点的话，这个我觉得是蛮适合，而且空间真的1200尺在列治文中心这边，真的不是100多万以上。没有空间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这个真的改变不了，装修什么的，你可以通过后期去做修改，可是你空间大小，你不可能再增加你客厅的面积，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个新房跟旧房需要装修的费用呢，一个比较的呢，在我们这下面这一个温哥华买房指南这边呢会做一个分享，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面下载一下，来看一下呢，你在买旧房的时候基本上什么要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呢，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装修以外呢，你要看一下大楼有没有一些 special levy。这栋大楼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们花了60万去做全部的水管的更改，因为我们知道它里面是用水管来发热的，所以水管的消耗相对会比较高，所以总共花了60万。那这一个屋主呢，因为里面单位比较多，他们一半呢是从大楼的经费拿出来，一半呢是屋主自己付，大概是3000块钱以下，所以还算是可以承受。但这些费用呢，你都要去算在你的这个买房的考量里面。所以想知道的话，记得去下面下载那个买房指南，那也可以看这边这个影片，之前跟大家说过哪一些公寓呢不要买，要去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